处落脚，不顾浮生跌倒，不惧众生险要，展翅飞高，只为心中正道，光明笼罩，誓要冲云霄。信念化成一束光，誓言斩断那道伤，挥剑黎明破晓前，幻变伫立天地间，破晓时光昨天，永昼遥远不灭，这不堪的一切，去打破这罪孽，冲破轮回。破晓时光昨天，永昼遥远不灭，去照亮这暗夜，斩寒风的凛冽，冲破幻灭的世界。陶姑娘，为什么加入风流殿？陶姑娘才貌、智慧、武学，俱是当世一等，为何加入风流殿？先生是想夸奖我的美貌吗？你确实有引以为傲的美貌，但这并不是在下的问题。做了这么多年的好友，今日方想与奴家谈心，只是想要知道别人的秘密，不是应该先说出自己的秘密吗？我其实是前朝太子，当今圣上是我堂兄。你是前朝太子？一阙阴阳之乱，是我父皇宠信奸人而起。我虽身为太子，却没能阻止父皇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灵涂炭，数十万条人命，即便只分1成给我也救赎不了。因此，我入天境阁修行。那你就更应该杀我，杀了我才能救更多人。你用性命做诱饵，就只是为了看在下堕落的一瞬间？似先生这般意志坚定之人，落地时的声响必然清透响亮。在天境阁修行时，我因懊恼自己无能救下那些人，心魔横生，险些走火入魔。是我师父告诉我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在下是天下间还活着的人里最该死的一个。我若没死，别人就更不该死。我若不能原谅别人，就更不能原谅自己。姑娘常戴此珠，未必没有从善之心。朴珠先生，我这珠子里装的是剧毒，朱砂。可以为毒，也可入药，皆在姑娘一念之间。你做什么？你若死在此处，那就是在下害死的你。我双腿受伤，但功力尚在，只要为你疗伤，你便能脱困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是风流殿的西公主。我没想感化谁，只是不想再背负人命。你若再做恶，自会有他人收拾。只是那时，或许已不是在下所能干预。此番牡丹楼之战，西方陶也未现身，
他和普珠先生，要么还在继续鏖战，要么已经和解。虽然到现在还未找到普珠先生，但在唐某看来，他与西方桃应该都还活着。打这么大的架，为什么没人叫我啊？啊？我叫你办的事，办得如何了？可不得了！我跟你讲，还好我去了。回去再说。唐某先行告辞。哦，走。哎，我这一路上的经历啊，只能用传奇2个字来形容。上刀山下火海，水里游的海里爬的，我都给你经历过了。只能说吧，我脑子比较好，能活着回来给你汇报。你猜我去落魄13楼碰见谁了？巧艺乾坤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偷偷跟着我了？不是，你不是在打牡丹楼吗？方平斋一向异想天开，这世间愿意跟他一样白日做梦的，怕是只有同样疯狂的巧艺乾坤了。不管是方平斋还是巧艺乾坤，他们2人于风流店而言，充其量只能算个外援，而藏在背后指使一切的，恐怕另有其人。有道理啊，那你一定不知道是谁带巧艺乾坤去的。一个孩子。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的东西呢？只要你给我，什么逆天转命、时光倒流都不是问题。巧艺乾坤好像刚从什么地方匆忙赶来，后来我跟去13楼听见他们谈话，他们谈的事情虽然我没听懂，但也知道绝对不是什么好事，什么神迹，什么颠了个倒、逆天转命的。还有啊，那孩子能让巧艺乾坤如此重视，确实蹊跷。但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方平斋就是个疯子。刘演背后确实还有一个人，这个被人操控还自以为是的傻子。于少侠。我有事想与唐公子单独说。你们之间什么时候这般好了？还有什么秘密我不能听？哎，行，你们谈，我去吃饭了。阿谁烧了菜，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。于少侠找唐某何事啊？你为什么没有揭穿我？什么意思？我在修于牡丹楼刺伤你的事，我恨你利用剑王城，更是一直在怀疑你。我想报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不过就是想要报仇而已。我若是你，我也会想要报仇。江湖人，报仇不分对错。唐离慈，你如此一次次卖给一个仇人恩情，到底想要什么？在这江湖上，唐某的仇人多如过江之鲫。我为何要卖一个仇人恩情？你如果心意坚定，一心想要报仇，又为何会在刺完那一剑之后，没有其他动作？又为何不跟着于气凤一同加入风流殿，反而回到这中原剑会来？于少侠，你这一剑，对唐某而言无关紧要。
燕王，他怎么会在你这儿？那日在剑王城，幸得此剑，方能将毒物镇压在500丈内，剑王城才不至于被全毁。你实在不必将这恩情记在唐某头上。只是，你若不能将此剑开封，现在的你，就连说原谅唐某的资格都没有。唐公子来了。少剑主找唐某是有要事商议吧？坐。这里啊，只有咱们2个人。哎，不用装了。这漫画店里面咽下去的血，现在可以吐了。我刚吐完。唐某不至如此。哦，多谢。这次大战，剑会伤了元气。风流殿呢，又受到了重创，不得不暂时蛰伏。所以眼下有一件事情更为重要。唐公子，你在碧落宫里面受的伤还没痊愈吧？这次在牡丹楼又是伤上加伤啊，所以寻访神医替公子恢复战力才是重中之重。毕竟江湖太平还全系于你一身。唐某可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。公子或不是为江湖太平而来，但我会把刘演交给你来处置。果然，少剑主是懂得如何谈判的。哎，谬赞谬赞，唐公子你就安心养伤吧。这剑会的事呢，就交给我与众剑主来支撑。只是，神医大多隐居世外，就算唐某想治，恐怕也无处可治。哎，这个你放心。据我所知啊，咱们剑会里面正好有一位是神医水多婆的故交。如果能将这神医水多婆请到中原剑会来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没钱。这山风吹得有点凉啊，本山人该不会是风寒了吧？哦，少剑主，唐客尊。哎，少剑主，唐客尊。阿长，最近练功练得挺好啊。刚才我看你啊，这手背要抬高，出拳才有力啊，是不是啊？小七长个了啊，快赶上你三师兄了。宝宝，昨天我看到你把饭食里面的青菜给倒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少剑主还是被你发现了。那当然了。少剑主，你管得可真细。那我们现在去睡觉了。去睡觉吧。走喽，走喽。年轻人呐，真是应该出来走动走动，跟朋友在一起，别老闷在屋子里。成儿，今晚厨房做的烧鸡香得很呐，你吃了吗？要吃点东西的，这样伤口才好得快。师傅，我已经吃过了。成儿，牡丹楼一战其实不怪你。师傅，我累了。好，那你休息。原来，少剑主的忧思与钟姑娘有关。我早知道你看出来了，所以你才会用了心思让我来这儿。
你也看到了，春儿他把自己闷在屋子里面，不吃不喝的，也不跟其他弟子往来。其实大家都已经不怪他了，可偏偏他就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儿，不肯放过自己。唐公子啊，你……少监主放心，唐某知道了。啊，多谢唐公子。哎。为什么要救他？都是他害的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他是少监主的徒弟呢？如果按照唐公子你的计划，这牡丹楼一战，剑会绝不会胜出的。凭着泰山为善的痴心妄想。对，痴心妄想，痴心妄想。你别杀我！为什么还要去救他？都是他害的。都别杀我！放在门口就行。钟姑娘，唐公子，方便吗？请进。唐公子在牡丹楼下救了我本该向你正式道谢才对，但我现在实在不知道怎么面对。面对你，牡丹楼一战，因我之事造成了很多损伤，都是牡丹楼一战留下的损伤，若是一定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，那也该是唐某这个做主帅的来承担。钟姑娘，你不必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更何况，决定攻打秀玉牡丹楼时，剑会人心振奋，并未有丝毫的不悦。唐公子，你总是这样，你这样安慰我，我不会有半分好受。唐某到你这里来，可不是为了让你觉得安慰的，而是剑会正值用人之际，少不了钟姑娘。唐某明日即将远行，我也想可以安心离开。相信少监主也是这么想的吧？你觉得剑会还会需要我吗？钟姑娘过去没有犯过大错，没有犯大错的教训。唐某倒是有一些经验。我曾经因为走错一步，而导致了无法挽回的遗憾，只能背负着错误，在黑暗当中一步一步走下去，因为别无选择。可是若就此消沉，那才是对逝者最大的辜负。所以背负的越多，越是要向前走。背负着这么重的担子，
岂不就会很容易摔倒，被人嘲笑了？摔倒了就爬起来。别人嘲笑你，你就让他们笑。走到柳暗花明时，往日的刀枪剑戟，不过只是些许风霜罢了。可是谁又能做得到呢？谁能做得到？唐某曾经认识的钟姑娘，她一定做得到。天色已晚，唐某就先告辞了。谢谢，唐公子。中原剑会那群王八蛋，真的毁了大半个牡丹楼。可恶！不长眼的畜生！国粹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参见班主。飘零梅院的一草一木，你都不能动，就算摘下一片叶子，都得填命。是。白素车，让你收集的黑土里怎么样了？已经办妥。我出去又回来，你都还没想好。沉着才能取胜，快点！别抱怨。尊主留下的这盘残局，班主曾经说过，风流殿不是我一个人的，班主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。尊主说的有道理。此时此刻，班主还有心情下棋。牡丹楼虽然损毁，但中原剑会又何尝不是大伤元气？双方都需要休养，那就暂且收兵。养精蓄锐，这是一种博弈，而棋局同样，博弈的快乐就在于胜负揭晓的瞬间。无论是一翻两瞪眼的运气，又或者是绞尽脑汁的算计，甚至有人不惜代价赔尽家底，却又说博弈之道，小赌怡情，无胜负心，方能不执着。无胜负心，就不会赢；不执着，不成魔。你看，输了吧？这就是赢的快意，输的失落。我虽然输了，却没有失落。
请尊主好生养伤啊！他是风流殿的主要战将，你带回来的残兵败将远远不如他。难道西风逃跑了，变成西风桃了？你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。没有人能逃过风流殿的掌控。公主，这便来辞行了，不多再见会，做几日客。很久没有离开过碧落宫了，这次出来待久了，还有些不习惯。牡丹楼一战，险中求胜，见会上下，还得感谢碧落宫出手援助。不过，我想公主此刻更关心的，应该是朝廷对碧落宫的态度吧。这当然是本宫在意的事情。不过，更让我好奇的是，公子的变化。短短10几日，公子的心象就变了。如今的唐公子，愿意袒露更多。公主啊，窥看他人内心，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哦。我已向义父传信，向圣上禀明碧落宫之功。多谢。这是我们的约定。教不严，师之惰；子不学，非所宜。幼不学，老何为？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人不学，不知义，又忘了。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为人子。看来我好奇的事情已然有了答案。糖狐狸还没回来。公子的变化，是因为他们。吃不吃啊？不行，师傅不回来，谁都不许吃饭。阿谁的手艺极佳，婉玉公主不如留下来吃个便饭再走。不了，唐公子，相信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的。哎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坐，等你半天了，我都饿死了，快！饿死了？不是我说你们，你们怎么能背着我去打这么惊天动地的仗啊？不是要饿死了吗？怎么了？又不死了？都怪你！你们为什么偏偏让我那个时候去盯梢啊？绝交，必须绝交！一炷香。呵呵。雪线子前辈来了。前辈，你怎么又突然冒出来啊？少监主说，只有你知道路。我的筷子。还有什么路啊？一炷香到了。别多管闲事啊！你到底要去哪？去游山玩水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唯独不带你去。阿谁的手艺还是这么棒啊！前辈，小狐狸，现在知道叫前辈了。什么叫少监主说我知道去那儿的路？那明明是只有我知道去那儿的路。唐某是想说，上个月欠我钱的利息还了吗？什么利息？什么利息啊，月算？我不知道。还不起钱，拿什么抵债啊？
行了行了，不是去找水多婆疗伤吗？这么令人喜悦的事情啊，谈钱多伤感情啊！哼，那个神医水多婆，你终于要去治你的老毛病了，这次一定要带上我了。师傅，我也要去。路途遥远，你就不便去了？要去。你去牡丹楼的时候，小石很担心你。只有小石担心他吗？除了小石，其他人都不担心他？小狐狸啊，被人担心的感觉怎么样啊？以前体会过吗？那便一起去吧。嘿，去吃饭吧。嗯。志云，再吃一个。老沈，吃，尝这个，尝，好好吃。公主也没别的急事，为什么不留下来和唐公子吃饭？你看出来了吗？他明明伤痛难忍，却一直在兀自强撑。公主说的是唐公子，可这跟我刚刚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？若多留一会儿，总是忍不住想要规劝他，他却不喜欢别人窥探他的内心。所以，走吧。伤口愈合的这么慢了吗？唐公子，你也是怪物，你应该知道，身为怪物有多么真实被救赎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即便是怪物，人生也有其他的选择。化功大法，一缺阴阳，你就是这样欺骗方舟，用他剩余的生命来助你修炼往生苦的吧？曰喜，曰哀惧，爱更拙劣恶，七情具。阿离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只是神州的普通人，七情具备，或许会因此愤怒和误会。可是我信了你，是不是就证明周地楼7年的情谊，这7年的点滴是真？可事实是周地楼的7年，全是建立在虚妄之上。
多吃点啊。哟，吃这么多也不见你长大。唐狐狸向来准时，不是说拂晓出发吗？这眼下都快天光大亮了，还不来？来了。心绪放松，不由偷偷睡了个懒觉。唐公子，你的头发……都到齐了啊！地图给你们，你们自去吧。本山人，你小狐狸，怎么弄的？怎么头发白了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前辈，你的比我还白呢。去！本山人都300多岁了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既然你是我的债主，那本山人就送佛送到西了啊！阿水和小石已经在山门口等好了，走吧，都走吧。哼，邵建主，告辞了。走了。师叔，你来干什么？春儿，伤势好些了吗？我代表师叔们特意来看望你的。哎呀，春儿啊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不回善丰堂的房间吗？我现在又不是善丰堂堂主。什么话呀！你为剑会立下这么多功劳，秀玉牡丹楼之战，你又身先士卒，以自己的命换弟子的命。谁要是说你不是善丰堂堂主，我第一个就不答应。哎呀，这房间这么小，怎么能养好伤呢？快回善丰堂的房间好好养伤。来人，给钟堂主搬行李。是。走慢点啊。师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本来就是钟堂主，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啊。什么鬼天界这是？嘿嘿，比起本山人的风雪归尘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。拜。看样子，这雪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了。还好把阿水和小石留在了洞口。这么大的雪，我们也未必能找到可行之路。等等，你也发现这黑石头不对了？我刚才就发现它跟我之前看到的一模一样。你不会不认识路，带我们来回绕圈子吧？你胡说八道！我能不认识路？这附近到处都是一样的黑石头。不是石头啊。准确的来说，是用来建造城池的墙砖。什么墙砖这么脆，一捏就碎了？烧脆了。什么火这么厉害，能给墙砖烧脆了？而且，这荒郊野外的，不像有城的样子。有，这里有一座小国，叫姑墨国。姑墨国，没听过。我听过，情报是13楼的专长。姑墨国其实也就城池大小。瘟疫大行，为了阻止瘟疫，国王收集尸体开始焚烧，可是，一不小心，引发了火灾。
一夜之间，全城尽焚。还是那个问题啊，什么火能这么厉害，给一座城烧掉？所以也有另外一个说法：这古墨国王触怒众神，先降瘟疫，后降天火。天火？不是，那神医怎么住在这种地方？接着探路吧，前辈。虫儿，你看，这些啊都是养身补气的药材。我们都是剑会的家人，你若是不够啊，随时跟师叔说，师叔马上给你备上。房间要是没打扫干净，喊师兄弟们来收拾就好。师叔不会觉得师父为了救我，害死了剑会很多人？怎么会呢？虽然少剑主一开始啊确有犹豫，但是呢，谭公子一番慷慨陈词，说春儿你是剑会弟子们的标杆，绝不能弃之不管，寒了大伙的心呐。正好让那风流殿看看我们中原剑会的团结，我们是支持唐公子，要跟他风流殿拼了。春儿，刚才那些胡话你是听谁说的？心像雪花未融化，不敌一句冷暖。在纷乱世界里，若生命如愿，何惧残卷？梦是回忆，是幻化，也是许多明天。在一真一幻里，你是我回忆呼唤。飘飘荡荡，转瞬多少烽烟？曲曲散散，搁浅多少夙愿？若不燃三春暖，怎敢与你相见？曾经我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一千遍，一万遍，只为这一天。无论时光深浅，生命长短，人生穿多遥远。命运它一点点，一圈圈，一千转，一万转，只为这轮转。当我如梦春风，遇见你如从前。曾经我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一千遍，一万遍，只为这一天。无论时光深浅，生命长短，人生穿多遥远。命运它一点点，